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分享的杏仁酥皮，用了2种厚度不同的酥皮来制作，酥脆度也有所不同。大家是不是认为比较厚的酥皮会比较酥脆呢？答案也很意外的哦。来看看超简单的做法吧。首先买来的冷冻酥皮，如果是像这样卷筒式的，必须在前一晚冷藏保存。来看看材料吧。非常简单的材料准备好后，首先把糖粉过筛，加入蛋白搅拌均匀，不要拿搅拌器搅拌，会让糖霜产生气孔，用刮刀慢慢拌匀就好。然后加入1小匙的柠檬汁，再搅拌均匀，不要太稀，也不要太浓。太稀的话，杏仁容易掉落，大约像这样程度，像勾芡过的水分一样，放一旁待用。现在把酥皮打开来，底下记得铺一张矽胶垫，或是烘焙纸也可以。再来准备一只叉子，在酥皮上面平均戳洞，这个动作可以防止烤好的酥皮东倒西歪。戳好洞后抹上糖霜，不要抹得太薄，厚一点才能将杏仁粒紧紧粘住，虽然也会稍微甜一点。然后铺上杏仁粒，当然用杏仁片也可以，但是杏仁片比较容易掉落，或把杏仁片切碎一点。铺好后用手稍微压一下，然后移动到铁盘来，放入冷冻库冷冻20分钟。从冷冻库拿出来之前，先预热好烤箱，华氏390度。烤层也移动到中下层，美式烤箱必须靠移动烤层来控制上下火。从冷冻库将酥皮取出，拿掉矽胶垫，在砧板上切出长条形，形状大小可依自己喜好，大约2公分宽，10公分长。嫌弃切得有点宽了，切好后放上烤盘，烤盘上铺好矽胶垫或烘焙纸，不然留下来的糖霜会粘黏。铺好后放进预热好的烤箱，华氏390度烤15分钟。时间到后不要拿出来，取消烤温，然后继续在烤箱里焖5分钟。5分钟后再拿出来，马上放到网架上来散热。接下来做焦糖酥饼，糖霜液的材料是刚才的1半，材料有这些：水1大匙，加入砂糖里，将锅子倾斜，让砂糖都沾到水。先不要去搅拌，用中火慢慢加热，直到起泡后，泡沫逐渐颜色加深，就可以熄火，搅拌一下，余温会让焦糖颜色更深。然后将鲜奶油加进来，让焦糖降温，不然会烧焦产生苦味。搅拌好后稍微放凉，
焦糖降温后会变得比较硬，可以适当的加几滴鲜奶油，让焦糖液稍微稀一点，像这样缓缓滴落的状态。然后确定已经降温了，就可以装进挤花袋里，排出多余的空气，然后放一旁待用。将酥皮摊开后切一半，然后将它们重叠，再用叉子平均戳动，刷满糖霜，然后挤上做好的焦糖液。可以设计自己喜好的花纹，烘烤时会依着花纹而裂开。然后放入冷冻库，冷冻20分钟以上。从冷冻库拿出来之前，预热烤箱，和刚才一样，华氏390度。烤盘也是放在中下层。从冷冻库拿出来，嫌弃放入冷冻的时候，烤盘有些倾斜，所以花纹都歪了。就这样子吧。然后在切块之前，因为有焦糖容易粘黏，刀子必须沾点面粉，防粘黏。这次贤妻切的比较小片，看起来就好看多了。放上烤盘后，马上放入烤箱。酥皮因为比较厚，烘烤17分钟。一样时间到后不要拿出，取消后再继续焖5分钟。出炉后马上放到网架上散热。现在来比较看看吧。先来看看只有1层的杏仁酥，看起来虽然薄薄的，但是还是有膨胀起来。2层的确实厚了一些。看看切面，刚烤起来的声音一定酥脆。2层的虽然厚了一点，只有1层的层次也很分明。第1天2个都很酥脆。来看看第2天。还是很脆哦。这是2层的，吃起来嘛，比昨天的脆度稍微逊色了一点。再来吃看看只有1层的。这个脆度完全没变，边吃还边掉渣。第2天薄的比较好吃耶。那么第3天呢？还是先来看2层的。听声音好像很酥，然后咬下第1口是酥的，但下层已经完全软化了，听不到酥脆的声音。只有1层的吃看看。哇哦，这个可以期待哦。酥脆度和刚烤起来的一模一样。听见了吗？超意外的，以为厚一点的会比较酥脆，没想到薄的完胜啊！所以结论是，比较厚的酥皮第1天吃比薄的来得更好吃，但从第2天开始，薄的就比厚的好吃了，甚至到第3天都还很酥脆。如果喜欢贤妻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和开启铃铛哦。